波蘭陸軍在2025年幹了一件讓很多人意外的事情，他們沒有繼續購買美國裝備，也沒有直接買德國人的現成產品，而是決定自己造一輛新的步兵戰車，名字叫獾。聽起來像什麼？像一隻每天在森林裡挖洞的小動物。但波蘭給他安排的工作可一點都不可愛，他要跟着坦克衝鋒，要帶着步兵突破防線，要扛住炮彈和無人機攻擊，甚至還要直接游過河。但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波蘭突然這麼執着於造自己的步兵戰車？因為他倉庫裡的老朋友 BMP-1 已經老了。冷戰時期 BMP-1 可以说是蘇聯機械化部隊的明星產品，它便宜、簡單、可靠，生產數量巨大，當年華約國家幾乎人手一輛。如果把冷戰時期的裝甲車輛比作手機，美國可能拿的是高端旗艦，而 BMP-1 就是那個賣了幾億台的經典諾基亞，性能不是最強，但是耐摔能用，關鍵時刻不会掉鏈子。問題是諾基亞後來消失了， BMP-1 也是一樣，因為它面對的世界已經不存在了。當年蘇聯設計 BMP-1 的時候，想象的是一場大規模機械化戰爭，坦克集團衝過歐洲平原，步兵戰車跟在後面，雙方靠數量和速度決勝。但1991年以後，最大的變化不是 BMP-1 變差了，而是它背後的售後服務公司沒了，蘇聯解體，華約消失，以前一起生產零件的國家各走各路，以前一句話能調動整個體系，後來變成這個零件還能買嗎？廠家沒了，那維修呢？負責維修的國家也沒了。波蘭突然發現自己手裡的不是一支現代化機械化部隊，而是一批來自上個時代的老員工，經驗豐富，任勞任怨，但是年齡已經到了退休標準。更麻煩的是，今天的戰爭模式已經完全变了。以前步兵戰車最大的敵人是什麼？坦克，所以比的是速度和數量。但現在呢？天上有無人機盯着，遠處有反坦克導彈等着，炮彈可以精準砸下來。一輛幾十年前設計的輕型裝甲車，在現代戰場上就像穿着鐵皮盔甲衝進狙擊場。所以波蘭決定換。但是波蘭提出的要求非常離譜，他們說我要比 BMP 防護更強，我要火力更猛，我要電子系統更先進，但還有一個條件，必須會游泳。設計師聽完可能腦袋都大了，因為裝甲車這個東西本質就是一場取捨，裝甲厚一點，重量增加，重量增加，機动下降。想保護士兵，那就別想着游泳；想輕鬆渡河，那就別裝太重。結果波蘭說我全都要，於是獾出現了。他選擇了一條非常現實的路線，他不是想變成小坦克，因為步兵戰車和坦克本來就是兩種東西，坦克負責突破，步兵戰車負責把士兵送到最危險的位置，然後幫助他們打仗。所以獾更像一個戰場上的多面手，平時保持机动，需要的时候增加防護。他採用模塊化裝甲設計，簡單理解，平時不要背着一身鎧甲跑步，真要打架再把裝備穿起來，這非常符合波蘭的需求。因為東歐戰場最大的特點就是空間巨大，速度重要，誰先到關鍵位置，誰就擁有主動權。而獾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真的會游泳。很多人覺得現在都21世紀了，裝甲車還游泳，是不是有點復古？但波蘭人想得很簡單，地圖上的河不是河，是敵人的天然防線。一輛普通裝甲車到了河邊，停等橋，但等橋造完以後，敵人也準備好了。但是獾不一樣，它可以直接尋找渡河點，然後告訴敵人，你以為這裡是一條河，不好意思，這裡只是一條路。這就是两栖能力真正的價值，不是為了拍宣傳片，而是為了讓敵人少一個判斷時間。當然獾也不是沒有代價，因為它選擇了两栖能力，就不可能無限增加重量，它不會像某些重型步戰車一樣堆一層又一層裝甲。但波蘭需要的也不是一輛移動堡壘，他們需要的是能跟坦克一起走，能带步兵冲，能過河，還能在遇到敵人時咬一口。這也是他裝備 CSSW-30無人炮塔的原因。傳統炮塔的問題是人要進去，炮塔被打中，裡面的人一起倒霉。無人炮塔把成員放進車體，30毫米机關炮負責清理步兵和清醒目標，長汀反坦克導彈負責面對更大的危險。它不是讓步兵戰車去挑戰坦克，而是告訴敵人我可不好惹。2025年，波蘭第16機械化師開始接收首批量產型獾步兵戰車，這意味着波蘭終於開始告別 BMP 時代。幾十年前 BMP 代表的是蘇聯創造的機械化戰爭體系，幾十年後獾代表的是波蘭自己的答案。它不是世界上最重的步戰車，不是火力最誇張的怪獸，但是如果未來戰爭真的發生在東歐平原，波蘭需要一輛車，它不能只會打，它還必須趕得上，不能只會防，還必須衝過去。這輛會游泳的鐵獾就是波蘭給未來戰爭準備的答案。